这可是我熬了3个通宵才培育出来的超级抗逆树苗，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去，快走开，别啄我的试验田！啊！丁，全能农业种田系统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微弱，正在进行灵魂绑定，绑定成功，恭喜宿主来到20世纪80年代，当前身份同名农村姑娘张丽华。脑袋怎么这么疼？这土炕，这破水缸，我这是穿越了？等等。脑子里的记忆是怎么回事？原主居然是个好吃懒做、偷奸耍滑，连狗见了都嫌弃的村里第一大懒蛋。不行，我堂堂农学院研究生，怎么能背着这种恶名混日子？既然系统在手，我就必须改写命运。哟，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这不是老张家那个躺在床上等喂饭的死丫头吗？今儿怎么舍得下炕了？呸，可不是嘛，平时连个油瓶盖子都打不开，指不定憋着什么坏水呢。哼，以前是以前，以后是以后，你们就睁大眼睛看好了，我张丽华到底是不是个废物？系统。帮我扫描一下这个院子的土壤情况。当前土壤欠严重，极度缺乏养分。不就是干活吗？现代的机械化我能搞，80年代的锄头我也照样能挥得动。这地可真硬，不过难不倒我。大家快来看啊！张丽华居然拿锄头了，真是一出西洋景。他要是能把这块地翻完，老子把地上的土全给吃了。王大叔，那您今天可得把肚子留空了，一会儿有您饱腹的时候。这破身体真是缺乏锻炼。才翻了几下地就喘成这样，不过这点困难可下不亏我。丽华，我的天爷，你这是在干啥呢？快把锄头放下，别砸着自己的脚。妈，您别急，我这是在帮咱家翻地拔草呢。以前是我不懂事儿，以后家里的活我都包了。今天咋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可别吓唬妈呀！妈，我是真想通了，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您先歇着，我把这块菜园子彻底整理出来。系统，菜园里的土翻的差不多了，常规部该怎么操作？检测到当前土壤严重缺乏养分，常规种植难以存活，系统已为您提供最优方案，请根据提示调配纯天然有机肥料施入地里。这下土壤的底子就打好了。哟呵，大家伙快来看西洋景啊！老张家的懒闺女竟然在调肥料，这可真是母猪上树头一回见啊！可不是嘛，平常见她连路都懒得走，今天居然不怕脏不怕臭的摆弄这些玩意儿。我看啊，她这就是在作秀，不出3天她肯定现原形，重新躺回炕上去。王大叔，您这大清早的不会是没刷牙吧？嘴里怎么一股子酸气儿？你这死丫头片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我说错了吗？你要是能坚持3天，我名字倒着写。那您就准备好改名字吧。我靠自己的双手流汗干活，不偷不抢，碍着哪个地里大葱了？有这闲工夫笑话别人，不如回家把你自家那荒得长草的地给刨了，省得1年到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你这个黄毛丫头，你竟然敢顶撞我！行了，好狗不挡道。您要是闲得慌，就去村头大树底下歇着，别耽误给地里施肥。公鸡才叫第1声，爹妈都还在睡呢，正适合我研究系统面板，看看今天有什么新提示。丁，检测到宿主连续高强度劳作达标，勤劳度积攒完毕，现发放第1阶段，主线奖励优质大卡麦种1盘。好了，现代科技培育出来的抗病高产麦种，今年冬小麦的产量绝对稳了，赶紧把这批优质麦种倒进咱家原本的粮袋里，神不知鬼不觉替换掉那些干瘪的老种。玉华，你咋起得比你爹还早？这大木车沉得很，你一个丫头片子过来推它干啥？爹，我昨晚睡得香，身上有的是力气，今天去麦田播种，我来帮您推车。好妮儿，真懂事了。那咱这就出发。这老张家的懒闺女天天起早贪黑的，今儿还帮着推上木车了，这长劲可真够足的。快拉倒吧！看，这就是3分钟热度，装样子给旁人看的。种庄稼那是真现活，讲究的是年头和耐心。就是推个车算啥本事？到了地里，他要是能顶着日头弯腰撒下一行种子，老子才算服他。王大叔，幕后李大婶儿，您2位大清早不在自家忙活，天天盯着我瞧，怎么我脸上长金子了？你这死丫头，老娘是怕你把老张家的口粮给糟蹋了。那您就多2句舌根，好好看着，等到了秋收，看看我张丽华到底能用这双在地里刨出多少实打实的粮食来。爹，咱们走，别理这些闲着没事干的人，用产量让他们彻底闭嘴。系统，这地里的播种间距和深度怎么说？丁，已为您规划最优播种方案，每行间距需保持在20厘米，深度5厘米。传统播种密度过大，会导致后期养分分流。行，那就按最科学的来。哎呦喂，大家快来瞧瞧，老张家这闺女疯了！张丽华，你这撒种子跟绣花似的，一行隔着大老远，你这是种地还是在地里数蚂蚁呢？李大婶儿，这叫科学间距。播得太密，麦苗长起来互相抢养分和阳光，最后全得变成枯黄的干草。呸！老娘种了几十年的地，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长辈们世世代代都是一包种子满地撒，怎么到你这叫造田天物？那是以前的土方法，产量低还费种子。李大婶，您那老观念也该跟着时代变了。不听怎么庄稼吃亏在眼前，你就等着秋
咱们就秋后看产量，到时候看看到底是谁的麦子结得又大又饱满。丽华，别理他，我相信你。李大婶，丽华这些日子起早贪黑的劲头大家都看着呢，她这么干肯定有她的道理，您就别在这催唾沫星子了。好啊，张梦你个死丫头也跟着他胡闹，两个赔钱货凑一块，能倒出啥好果子啊？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呸！茉莉，谢谢你。咱们抓紧时间，按这个深度和间距，把这片地全部播完，用事实来跟他们说话。哎呦喂，今儿可是又苗破土的日子，我倒要看看那个懒姑娘把地糟蹋成啥样了。还能啥样？肯定是稀稀拉拉几根杂草，指望他懂科学，真是小屌大牙。老王，你快揉揉眼，我是不是看花眼了？我的天爷呀，这怎么可能？李大婶、王大叔，大清早的在俺家地头揉眼睛，这是昨晚没睡好啊！张丽华，你这地里施了什么妖术？这麦苗怎么长得又黑又壮，整整齐齐的？对呀，这高度足足比自家的麦苗高出了一大截，这不可能！你肯定是偷了谁家的好苗子。王大叔，您这话可真有意思。这漫山遍野瞧瞧，谁家有这么好的苗子让我去偷？当初我按科学间距播种，你们说我属蚂蚁糟蹋地，现在瞧见了没？这就是科学种植的力量。你一个不学无术的丫头片子，怎么可能懂这些？事实就摆在眼前，不信也得信。有这嫉妒的心思，不如回家琢磨琢磨自家的地吧。丁，为您发放主线特殊奖励——初级气象预测功能。初级气象预测，这功能来的可太及时了，以后防灾减灾就更有底气了。丽华，你快来看，这麦苗长得太喜人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你看看那些长辈的脸色，一个个跟吃了一整只苍蝇似的，你简直就是个天才。茉莉，这只是个开始，往后好日子还长着呢。咱们走。这鬼天气，都2个月没下一滴雨了，河水都干得见底了。可不是嘛！你看看这地里的面苗，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全开始发黄枯死了，这可让人怎么活？系统，快帮我测测这旱情，再这么下去，全村的庄稼就彻底完了。系统预测3天后将有局部微雨，但在此以前，建议使用干草大面积覆盖麦垄，锁住残留水分。懂了，只要熬过这3天就行。妈爹，还有茉莉，你听我说，现在赶紧去割干草，把咱们2家地里的麦苗全给盖上。妮儿啊，这大太阳晒得人都脱皮，盖干草那不是把麦苗往死里捂吗？妈，相信我，这叫保湿，能把土里的水汽锁住，不然等不到下雨，苗苗就全晒干了。叔婶儿，听丽华的，丽华懂科学，咱们赶紧动手，我去抱干草。哟，老张家和老张头家这唱的哪一出啊？大热天的给地里铺草被子，你们这是怕麦苗冻着呢？你这又是从哪学的歪理邪说？干草防旱，你这是搞封建迷信，在这糊弄鬼呢！丫头片子就是头发踩了狗屎运就成神仙了，真以为自个千万别跟着他胡闹，省得白耽误功夫。王大叔、李大婶儿，嘴长在你们身上，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这方法管不管用？3天之后自会儿见分晓，到时候你们别哭天喊地就行。嘿，你这死丫头，老子就坐等看你把自家的地活活捂死！瞧瞧，这都第3天傍晚了，天上连个鸟影都没有，更别说乌云了。张丽华，你的神仙雨呢？可不是嘛！大家伙快来看啊！老张家的地里全布满了干草，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办丧事呢。张丽华，你这个满嘴跑火车的不线子！王大叔，我们俩愿意给地里铺草，关你屁事儿！用得着你在这里说3道4？哟，茉莉丫头，你现在就护着他吧，等到了秋后颗粒无收，你们家连西北风都喝不上的时候，看你还嘴硬不嘴硬。王大叔、李大婶儿，这太阳还没完全落山呢，你们急着投胎啊？嘿，你这死丫头片子，老子就在这田埂上守着。系统，当前距离局部微雨降临还有最后3分钟，请宿主做好准备。3分钟足够了。王大叔，您听，这是什么声音？啥声音？不就是老王叫？不对，这风再刮起来了。天爷呀！你们快看北边，那黑压压的一片，那是乌云啊！这怎么可能？刚才还万里无云呢，这风咋说来就来？王大叔，真是不好意思，看来老天爷今儿个不打算给您老人家留面子了。下雨了，真的开眼了！快快回家拿盆接水啊！地里的庄稼有救了！姑娘，别管他们，咱们的干草铺的厚实，这场雨下来的水汽全都被干草锁在泥土里。大了丽华把地把水吸进去了，其他人的地都干巴了，根本存不住水。你的命可真神了！老王，你快看，张丽华家那块地，那麦穗子沉的都快把杆子压断了。呸！老天爷真是不长眼，那场雨怎么就光滋润了他们2家的地？快别说了，看看咱们自家那地，麦苗枯死了一大半，剩下的也跟枯草似的，真是气死人。丽华，你瞧见没？王大叔啊，李大婶那眼珠子红的，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了。茉莉，这就叫自作自受。当初好心劝他们保壤，一个个当成耳旁风，现在知道心疼了。
张丽华，你少在这里得意洋洋的，你别以为大家伙不知道，你这就是走了狗屎运，碰巧让你赶上了。就是，指不定是用了啥耗子药把地里的虫子药死了。你这庄稼就算长出来，指不定也有毒，谁敢吃啊？李大婶，你把嘴放干净点，自己没本事伺候庄稼，倒有闲心在这血口喷人。茉莉，犯不着跟他们动气。有些人啊，地里长不出粮食，嘴里倒是能长出利齿，天天咬人。你这死丫头片子，你说谁是狗的？谁搭腔我说谁呗。王大叔，有这嚼舌根的力气，不如赶紧把您地里那些稀拉拉的麦子割了，省得过几天全烂在泥里。你这个没教养的死丫头，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想动手可以啊，全村长辈可都在这看着呢，看看到底是谁不讲理。茉莉，咱们走，回地里哼歌去，别耽误人家在地头当红眼病。丽华，加把劲儿！最后一串麦子拉到打谷场，咱两家的收割任务就彻底完工了。终于把地里的麦子全割完了，这金灿灿的麦穗儿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老张头，今年多亏了丽华的法子，咱两家的麦子结得最壮，这要在场院里好好晒上几天，保准能打出好几百斤白面。可不是嘛，这日头毒得很，一丝风都没有，正是晒麦子脱粒的好时候啊！有什么好得意的？晒干了净了仓才算数。我现在高兴太早了。王大叔，您还是多操操你家，指不定还能多挤出2粒米来。擦擦汗，休息一会儿。警报！检测到强对流天气正在急剧生成，2小时后将遇上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从西干地区。倒计时启动，当前剩余时间119分钟。什么？特大暴雨？现在明明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怎么会突降特大暴雨？不行，80年代的气象预报根本不准。如果现在不把这满场的麦子收起来，全村1年的血汗就彻底泡汤了。茉莉，别歇了，出大事了，赶紧起来，咱们得马上动员全村人抢收麦子。大家伙快别歇了，赶紧起来抢收麦子！2个小时内肯定有力续线的特大暴雨，再不收就全泡汤了。哟，张丽华，你这又是发的哪门子疯？你抬头看看这大晴天，连个蚊子大的乌云都没有，哪来的暴雨？这可是全村人1年的口粮，你们别拿这个开玩笑。老娘种地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少在这里妖言惑众，想骗俺们收了麦子，你好占打谷场是吧？心眼子真多。大家伙别理他，大热天的瞎折腾啥？指不定他又憋着什么坏水，想看俺们白毛毛出洋相呢。你们怎么油盐不进呢？天色一会儿说变就变，到时候大雨冲了场，你们哭都找不到地头。丽华丫头，俺们干了一上午，实在是干不动了。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你们不信，那等大祸临头的时候别后悔。茉莉，别管他们了，咱们赶紧走，去刺我们2家人，现在立刻动手抢收自家的麦子。丽华，我相信你，爹娘，咱们快拿麻袋装麦子，动作快点。瞧瞧这2个傻丫头，大晴天的跟催命似的装麦子，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呸！快，茉莉，再递给我一条麻袋，把口扎紧了。给，丽华，咱们2家的麦子全装完了，塑料布也压了3大层石头，肯定漏不进水。哟，看把这2个丫头忙的。汗流浃背。丽华，你说的暴雨呢，还连累家里人，这天不还亮张张的？王大叔、李大婶，你们就继续在这儿抽烟聊天吧，等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丁，暴雨倒计时结束，特大强对流天气已全面覆盖该区域。哎，你们看这太阳咋说没就没了？天爷呀，这天怎么黑得跟锅底一样？这狂风是从哪钻出来的？风太大了，我的草帽，这雷声咋在头顶上炸开了？大雨要来了，赶紧散开！不好了，要下暴雨了，快抢收麦子！俺的麦子还在地上铺着呢。我的麦子，快拿锅进来呀！老天爷呀，这雨咋下的跟泼水一样啊！来不及了，雨太大了，眼睛都睁不开了。俺1年的血汗钱呀，全被水冲走了。水流太急了，麻袋根本装不住啊，这可咋办啊？爹妈，茉莉，别愣着了，拿上空麻袋和木勺，咱们去帮乡亲们抢收残余的麦子。老天爷呀，你这是要逼死俺们全家呀！1年的血汗全在泥里泡着，捞不上来，捞不上来呀！李大婶、王大叔，别在泥里嚎了，快把麻袋张开，能抢回来1斗是1斗。张丽华，俺一天在大树底下冤拍你，你还愿意管俺们的死活？现在不是扯闲篇的时候，这粮食是咱庄稼人的命根子，地里的恩怨等把麦子抢回来再说。丽华丫头，大叔以前是狗眼看人低，不识好人心，还真不是个东西。王大叔，别在这数落自己了，省点力气行吧，稍后指不定啥时候就爆发了。爹娘，咱们
丫头都在冒雨帮俺们自己可不能趴下。茉莉，接着空麻袋，大伙动作都麻利点，千万别往深水沟里走。好，听丽华的，大家都跟紧丽华，往高处退。这雨总算是小下去了，大伙清点一下，残余的粮食都装好车没有？都装好了，多亏了你带头，虽然损失了大半，但好歹赶工下了钱，给大伙抢回来保命的一小部分。丽华妮儿，太谢谢你作揖了。大婶快起来，雨过天晴了，但这泡了水的麦子该怎么处理才是真正的难关啊！大雨下了3天3夜，可算是放晴了。可这天晴了，俺们的心也彻底凉透了。丽华妮儿啊，你快看看俺那些摊着的这些麦子，不长出绿鱼都弄芽子了，这可咋办啊？俺家的也缺乏不了公粮，磨成面粉做饭都更是苦的，这可是全家1年的生计啊！完了，全王爷，这是俺们整个村子的活路啊！丽华，大婶后悔呀、当初你在打谷场上嗓子都喊破了，俺还嘲笑你中暑，老娘真该狠狠抽死你2个大嘴巴子！丽华，大叔也对不起你，要是当时现在早就在厂里稳稳当当啰嗦，俺恨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丽华好心好意提醒，你们一个个大男孩都有什么用？幕僚别说了，看着乡亲们作难，我心里也不好受。丽华，你脑子灵光，还懂科学，你快帮俺们瞅瞅，这些发芽的麦子到底还能不能换成钱？李大婶儿，这麦子一旦发了芽，淀粉全转化成了糖分，确实没法磨面了。那这就是一堆废物了，俺们今年真得站起快要得挨饿了。大家先别慌，把眼泪都擦擦。天无绝人之路，这发芽的麦子虽然做不成干粮，但只要用对了地方，照样是能换成票子的金疙瘩。丽华，你别安慰俺们了，发芽的坏麦子还能变宝贝。王大叔，您就甭管了，容我想想办法，我一定把大家的损失给补回来。系统，这满院子发芽的废麦子，到底有没有什么现代技术可以重新利用的？正在为您检索最佳解决方案，检索成功。麦芽小麦中富含大量氮镁，最适合加工制成古法麦芽糖，附加麦芽糖糖化。对啊，这可是80年代县城里最稀罕的稀缺货，不仅能把坏麦子全部消耗掉，还能狠狠赚上一笔。村长，您听俺说，把全村发芽的小麦集中到一起，由俺带领大家熬制麦芽糖，拿到县城去买换粮食。丽华妮儿，你没跟叔开玩笑吧？这发芽的坏麦子，猪吃的都拉稀，还能做成糖卖钱？是啊，丽华，俺们现在7上8下的，这法子当真能行？老子活了俺半辈子，听都没听说过。王大叔，您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这是现代科学工艺。村长、叔婶们，俺张丽华把话撂在这儿，出了问题，所有的损失由俺一个人拍胸脯顶着。好，冲着你冒雨帮大伙抢收的这份情，大家都信你一回。大伙听着，俺就看你这丫头片子能折腾出啥甜头来，可别打了自己的脸。王大叔，您就准备好大木桶，等着过来分糖钱吧。茉莉，走，跟俺去搬咱家的大铁锅。大伙静一静，丽华妮儿把自家的2口大腿锅都搬到村委会院里了。今儿个就要公开传授熬制麦芽糖的技术，想挽回损失的，都给老子瞪大眼睛，好好学。俺倒要看看他能用什么神仙法子，别是逗俺们开心。王大叔看好了，先把发芽的小麦洗净切碎，然后和煮熟的糯米按比例混合在一起。丽华，这混合在一块就能成糖，俺这心里7上8下的，这香味咋还没出来呢？李大婶儿，这叫糖化发酵，得需要时间，大伙儿别急，等锅里封好火，焖上1整夜，明早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哎呀，这一夜可真难熬啊！俺这心里跟猫抓似的。你们快闻闻，这天刚擦亮，院子里咋飘出一股子浓郁的甜，这么好闻呢？加把劲儿，最后的大火收汁熬煮，起锅。嘿，天爷呀，真的熬出糖来了！好香啊，这糖浆亮的跟琥珀似的！丽华万岁！李大婶儿，您过来尝尝，看看俺这用坏麦子做出来的糖到底甜不甜？呀，这糖黏糊糊、香喷喷的，直接甜到俺心坎里去了。丽华，大婶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王大叔，这糖出锅了，您的木桶带来了吗？这就回家拿桶。丽华，你可真是有。丽华，瞧这县城集市多热闹啊，到处都是推车摆摊的，咱这几大桶连夜熬好的麦芽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糖是绝对的好糖，只要城里人识货，咱村里人买口粮的钱就有着落了。姑娘，
你这桶里装的是啥糖啊？闻着倒是挺香的。多少钱一斤？大姐，这是纯手工熬制的古法麦芽糖，黏糊着呢，买点回去给孩子舔舔嘴吧。麦芽糖啊，这年头谁还缺那口普通糖吃？俺咋听说前几天乡下遭了特大暴雨？你们这糖不会是用发芽的坏麦子熬出来的？大姐，小麦发芽后淀粉转化成了干净的很，经不过炼的熬煮出来，还多一股子粮食的清香。还真是发芽的坏庄稼，做的坏了东西能拿出来卖？你们乡下人想钱想疯了吧？真是糟心。漂亮姐，你这话咋说的这么难听？这糖哪里坏了？你尝都没尝，凭啥糟蹋人？行了，发芽的麦子熬的汤谁敢买？指不定吃了拉肚子。走走走，别看稀奇了。丽华，这可咋办啊？城里人一听是发芽麦子做的，扭头就走。这一大肚糖要是卖不出去，咱村的损失可就彻底补不回来了。茉莉啊，别气馁，酒香也怕巷子深。既然城里人对普通的麦芽糖不感冒，咱们就给这糖变个法子。帮俺把背篓里的竹签拿出来，还有那块洗干净的小石板，看俺给他们露一手绝活。丽华，你把竹签和石板摆出来，难不成是要在大街上变戏法？茉莉，这不叫变戏耍，这叫非遗糖画，现代人管这叫艺术。城里人不是嫌弃普通麦芽糖吗？那咱们就让他们看看买不起的绝活。手腕抖起来，提顿放收，走！哇，快看那个姐姐，她用糖在石板上画画呢。哎呀，这小姑娘的手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这才几秒钟的功夫，一只大翅膀的老鹰就活灵活现的出来了。各位大叔大婶儿、大哥大姐，纯手工非遗糖画，能吃又能玩，2毛钱一个，给家里的娃带一个瞅瞅嘞。妈，我要那个大翅膀老鹰，我要买。小姑娘，你这手艺真是绝了，给俺家娃也来一个，画个大兔子。好嘞好嘞，2毛钱一个，大家伙排好队，别挤啊。这糖可真香，真看不出来是用什么长的芽熬出来的。这可比百货大楼里的洋糖块稀罕多了。各位放心，真金不怕火炼，好手艺配好粮食，这糖画管饱又好玩。2毛一个，大姐，这是您的兔子糖画好嘞。丽华，你快瞧不，咱这装毛线的布包都快塞不下了。茉莉，稳住，这才是刚开始呢，手里的勺子不能停下，5个纹块不破，咱再来个飞龙在天。哎呀，这丫头真是神了，龙鳞都画得清清楚楚，毛线真是不会。给俺来2个，俺家2个孙子正等着呢。姑娘，俺想送给那边等着的相好，多给你加1毛钱行吗？行啊，大哥，祝你们百年好合。瞧好了，并蒂兰开，两心相印。哎呀，真漂亮，谢了啊，姑娘。收你3毛拿好嘞！你看，最后这一大桶麦芽糖也见底了。最后一点糖渣，俺给围观的小朋友们一人送个小糖星，今天收摊。咋就没了呢？明儿的排队你们还来不？啊，只要大伙爱吃爱玩，俺们天天给您熬新糖。哇，可累死俺了。不过丽华，你快看这布包，里面全是厚厚一沓毛票和硬币，沉得俺手都酸了。快找个没人的树荫，咱俩好好数数，看看今天到底赚了多少。1毛、2毛、5毛、5毛、1块。天爷呀，整整50块钱！这不仅能把全村泡水麦子的本钱全给补齐，还能剩下不小的一笔盈余呢！看谁以后还敢说发芽的麦子是一堆废料！走，茉莉，咱做牛社回村，让那些看扁咱的人好好开眼。长辈们、乡亲们，快到村委会大院集合！丽华和俺卖糖卖回来了，给大家伙卖分钱。丽华女儿，你们可算是回来了！俺这一整天心都悬在嗓子，那发芽的坏麦子真能换来票。李大婶，你就放1万个心吧。牧羊，把钱袋子打开，按各家送去的废麦金两，咱挨家挨户分。好嘞，李大婶，这是您家的，一共10块大洋，您点好嘞。天爷呀，15块！俺以前好好的麦子卖给粮站换不来这么多钱呀！丽华，你真是俺全家的救命恩人呐！丽华丫头，俺过来领俺那份。王大叔，这是您的12块5毛，1分不少。丽华，大叔拿着这钱少收啊！俺以前总在村里半拍你，笑话你，还说你是在搞封建迷信作秀，俺真是个睁眼瞎狗眼村人的面，正是给你赔个不是。王大叔，过去的糟心儿就让他随放散了吧，都是一个村的乡亲，只要你以后别再低头尝着跟人对着干，踏踏实实跟着俺，用科学种田，好日子在后头呢。大伙静一静，都听老子说2句。丽华这次不仅救了咱全村人的命，还把坏粮食变成了大宝贝，这叫有本事有担当。咱们大喇叭里必须天天表扬。对，丽华丫头是咱村里的巾帼英雄，以后看谁还敢叫声跟人说丽华好吃懒做，老子第一个上去撕烂他的嘴。谢谢大伙的信任，只要跟着科学走，咱偏远山村照样能发家致富。乡亲们，换届选举大会现在开始，咱村这次要选出一个真正懂科学、能大家伙刨金子的种植技术顾问。这还用想吗？俺第一个举手就赞成叫丽华，要不是丽华女儿，俺家那堆辣麦子现在还在地里泡着呢。
丽华懂科学，有度量，是真真切切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大能人。选张丽华。对，俺们全家都投张丽华一票。好，既然大伙都开过口了，俺现在宣布张丽华全票通过。谢谢村长，谢谢叔婶们，还有茉莉，谢谢大家伙这么信任啊！过去咱村穷，是因为咱只知道是老天爷的脸色，但往后只要大家伙愿意相信和天下的调度，俺保证不仅能顿顿吃上大白面，还能把咱村的荒山变成聚宝盆。丽华说得好，俺们一辈子跟着你干。好，那咱第一步就先去县农业局给咱全村要点副业的大福利回来。局长，您看看俺们村的荒坡底子好，光照足，要是能栽上县里最新培育的优质苹果树苗，不出3年，保准能给全县打个样。小张同志，你的专业知识和眼光确实不错，口才也了得。行，这批最新培育的优质树苗，县里就破格拨给你们村。谢谢局长，俺一定相信干出个名堂来。哎呦，丽华拉回来这一大车柴火棍子是要干啥？生火做饭都嫌细呢。可不是嘛，这光秃秃的树枝子能顶啥用？丽华丫头，你当了种植顾问，咋不给俺多整点麦种粮食，整这些没叶子的死树枝回来？这上哪一出啊？王大叔，这不是死枝儿，这是县里最新培育的优质苹果树苗，是能让大家伙副业发财的宝贝。种果树，俺们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种粮食，那果树种下去周期长，风险大，万一几年不结果，俺们全家老小恨西北风去啊！就是粮食苗金子堂那是实打实的，这万一害了涝了，全村人不白忙活了？别瞎折腾了。咱种粮提倡种粮食的，等等顺便的耶，这光秃秃的荒坡不利用起来才是糟蹋。你们要是不敢种，俺张丽华自己带头种。对，俺们家也跟着丽华一起种。丽华啥时候让大家伙吃过亏？茉莉，拿上锄头，咱现在就上后山荒坡，用实际行动让大伙瞧瞧。系统，这片后山荒坡乱石多，土层薄，怎么开垦才能最适合苹果树苗扎根？丁已为您规划最优梯田开垦方案与土壤改良方法，需沿等高线筑坝成梯，并放送特定的天然腐殖。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爹娘，茉莉，咱先把这第一块地基给刨出来。哟，老张，你们全家真跟着丽华这丫头来开荒了？瞧这满山的荒草宽石，想在这儿栽活果树，真是痴人说梦。可不是嘛，放着平地不石头，跑着鸟不拉屎的土坡坡上挥汗如雨，不听长辈劝，到头来累断了腰，全是刨不出半个铜板。吹牛谁不会啊？你要是能把这石头坡变成聚宝盆，老子娘天天上山给你家挑水。哼，那您就把水桶准备好嘞。茉莉，咱不和他们扯闲皮，甩开膀子干。好嘞，叔婶儿，咱们一锄头一锄头往下砸，有丽华指挥，俺们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哎，老王，你看这张丽华干起活来比大小伙子还猛，这细皮嫩肉的丫头都能吃这苦，咱在这干看着算啥事儿啊？是指他爹是咱全村选出来的种植顾问，人家一个小姑娘都不要命的为咱村本行，咱要是再当缩头乌骨鸡还是人吗？丽华丫头，大叔来帮你，俺们全家也来跟种植顾问一起开荒。这满山的果树苗好不容易抽了新芽，俺每天不来看上几遍，这心里就是落不下锁。警告！警告！象山顶地性实心幼虫正在大面积蔓延。实心虫这类害虫极其隐蔽，肉眼很难发现，一旦爆发，整片果林就彻底废了。丽华丫头，你这天天蹲在树根底上抠泥巴，难不成这树苗里还能抠出金子来？可不是嘛，俺看这嫩芽长得挺好，绿油油的，能出啥事儿？种植顾问就是穷讲究。王大叔、李大婶儿，这树干里正长着隐蔽的实心虫呢，现在不治，过几天这满山的树就得全死绝。虫？俺连个虫毛都没瞧见。张丽华，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成天吓唬俺们有意思吗？不信，俺现在就扒开给你们看。哎呀妈呀，还真有虫子！这可咋办啊？俺们全家的指望都在这树上了。隔壁地里的果树当年就是招了这虫，一夜之间死了一大片，完了。慌啥了啊！有俺在，这树死不了。茉莉啊，把俺昨晚用山上草药调配好的土质沙通座抬上来。来，丽华，这药水真的能行吗？这是无公害的特上药，大伙儿听俺指挥，拿喷壶把药水仔细喷洒在树干和树根上，一处都不能漏。好，俺们全听种植顾问的，快动手！快，跟紧丽华，把这该死的害虫全给药死！丽华，快瞧啊，这满山坡都红透了，全是沉甸甸的大苹果，把树枝都压弯了。
3年了，咱们起早贪黑在荒山上流的汗，今天总算是结出真金白银来了。哎呦喂，俺这辈子都没见过长得这么俊的苹果，可保比完咱家一掐一口人屁股。丽花丫头，咱们可说如今真成了大锅海，你就是俺们全村的财神爷。王大叔，这可不光是俺的功劳，要是没有大伙没日没夜开梯田抗旱除虫，这果子也熟不了。大伙快摘，别耽误了城里大车来拉货。丽花顾问，城里的水果贩子开着好几辆解放牌大卡车，主动找到咱村口来了。请问大伟，咱就听人说这儿的苹果味道最香甜，今天你们村的苹果俺全包了，按最高价收。全包了！天爷呀，俺家的几百斤果子这就能换成1点点的百元大钞了！哈哈哈哈！俺们活了半辈子，头一回找到靠副业发财思维的大叔给你作揖了。大叔快起来！只要只是个科学管护，往后的日子，咱不仅天天有果子吃，家家能盖起亮堂堂的新砖房。对，跟着丽华干，咱能偏远山城全县最富裕的金好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差事，这漫山遍野的大红苹果，简直就是把聚宝盆建在了黄山坡上。县长，您太冤了没了！全靠我们村里年种植顾问张丽华，全村都听他的科学系。哦，你就是张丽华，真是自古有出少年。一个小姑娘竟然有这种无私奉献的远见和过硬的技术。县长您过奖了，俺只是尽了本分。庄稼人有股子能吃苦的韧劲儿。只要给他们指对了科学致富的路子，荒山也能变良田。说得好，有胆识有魄力，咱们县就是缺你这样实干的科技人才。张丽华同志，我当场拍板，要把你树立为全县劳动部大典型。下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全县表彰大会，我邀请你上台做经验交流报告。天爷啊，丽华，你要去县政府大礼厅演讲了，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啊！哎呀妈呀，丽华今儿要进城给全县的村长上上课了，俺看以后谁也敢说俺们种植顾问败你闲话。就是，你这样干就装上大鞭炮，清楚清楚。谢谢县长信任，把咱科学兴农的干货实打实的分享给全县的乡亲们。下面有请咱们县新树立的劳动致富大典样天岳山村的种植技术顾问张丽华同志上台做经验交流报告。我现在咋想让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黄毛丫头给俺们讲怎么种地，她懂啥叫抠泥巴？就是报告听着也是瞎耽误功夫，这不得全是些假大空的词儿。台下的各位领导、各位叔伯兄弟，俺看大伙儿瞅着俺年轻，心里都犯嘀咕。俺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今儿个就跟大伙唠唠实打实的干货。咱种地不能光靠一身死力气，得因地用麦子，粘土你偏要栽浇桂树，那不是跟老天爷斗气吗？哟，死丫头片子嘴还挺利索。那你说要是碰上旱灾天灾，你的科学能管饱？问得好。碰上干旱，咱不能光坐在树荫底下叹气等死，只要用干草大面积麦秆土里分就能锁死在根部，熬到下雨，庄稼就能活。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脑子里的旧观念保守僵化。只要咱科学兴农，自灾减灾，泥巴里照样能刨出金疙瘩，穷山村也能变成聚宝盆。好，说的太好了，全都是实打实的干货，没有一句假大空。张丽华同志，你的思想很超前，技术更是过刚，留在村里当个顾问实在是屈才了。这是县委班子连夜下达的正式红头文件，我们决定破格聘请你担任县农业局的特聘农业顾问和种植专家。特聘种植专家，俺一定不组织使命，跑遍全县每一个村庄。老天爷开眼啊！俺们家那透明烂闺女，现在竟然成了县里的红头文件专家了！不傻，这是大喜事儿，大伙快来吃喜糖！丁到宿主身份晋升，全县名望达成，农业系统正式升级，已为您解锁全县域地图监测功能。全县域地图监测，太好了！以后哪个村的土地适合种啥，俺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目了然。丽华，不，现在应该叫你张专家了。你瞧瞧外头，全村长辈都来给你送行了。就是丽华妮儿，去了这县里可别忘了大干部了，有空常回来瞧瞧。大叔以前嘴碎，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李大婶、王大叔，看你们说的，俺张丽华生是这村里的人，脚底下踩的永远是咱村的黄土地。
系统，把全县域的监测地图打开，俺要深度分了种花生、粘土分析这几个村的土质和水源。沙地村最适合种红薯，至于这后头成片的山区，正是栽种耐旱梨树的风水宝。终于画完了，沙地花生、粘土红薯、山区梨树，只要按这幅规划图执行，今年全县的粮食副业产量绝对翻番。啊！奇才，真是个农业奇才！张丽华同志，你这份规划书考虑的比俺们这些老干部还要周到，还要细致。俺看哪个村敢不听调度的，全县即刻按这幅图执行。谁要是敢掉链子，俺摘了他的帽子！谢谢县长支持，科学兴农的蓝图已经画好了，接下来就得看基层能不能彻底落实了。不改，俺绝对不改！张专家，你甭拿县里的规划图来压俺。俺们红旗村祖祖辈辈赶了种什么老鼠的都棚蔬菜，万一赔的精光，全村老小大半年吃啥喝啥，你担待得起吗？赵书记，各位乡亲，大伙安稳稳种粮的心情俺能理解，但咱红旗村这块地水热条件好，种玉米每亩产值才几个钱，冬天城里1斤绿叶菜能卖出翻倍的价。呸！说的轻巧，你一个小姑娘懂什么基层的难处？冬天白雪皑皑的，地里连根草都冻死了，还想长出鲜嫩的黄瓜异想天开？统测算过，那就咱村的土质，种出的黄瓜绝对又脆又甜。你少在这领俺红旗村的地，一步都不能动。赵书记，您这倔脾气还真让俺们能当饭吃，咱红旗村也不至于年年当垫底的贫困村。今天这50亩试点地，您是点头也得点，不点头，俺就亲自在地头跟大伙把账算个明白。张丽华，你竟然敢在俺的地盘上跟俺拍桌子！俺不是跟您拍桌子，俺是咱们穷根子拍桌子。既然您不敢赌，那俺张丽华今天就在这红旗村的田埂上跟您立下一个天大的军令状。张丽华，你少在俺面前咬文嚼字装大尾巴狼！就拿今年这科学法子种大棚熟地，年底的收益低于往年种玉米的2倍，差额部分由俺张丽华个人自掏腰包全部承担。你一个刚进农业局能拿几个工资？你拿啥来赔俺们全村老小的口粮？俺这几年在报纸上发表农业文章的稿费，加上县里发的奖金，都在这存折里死死压着呢。要是不够，俺把家里新盖的砖房也抵押给公家。你当真有这魄力？真金不怕火炼。您身为红旗村的带头人，难不成连个姑娘家的胆识都没有？甘愿让全村人世代带着贫困吗？这50亩试点地，俺交给你了。好，赵书记，那往后这几个月，俺就吃住在红旗村，手把手教大伙儿搭大棚、控温度。红旗村大棚试点主线启动，全能农业系统已全面对接，实时微弱变化监控功能已开启。各就各位，大伙儿甩膀子，跟俺一起搭大棚。咱今年偏要在寒冬腊月里刨出绿莹莹的金疙瘩来。老天爷啊，俺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见冬天里地头还能冒热水，天爷绿了！你就说现代科学不骗人吧。走，咱们立刻装车拉到市里百货商店去。哎呀妈呀，这大冬天冰天雪地的，百货商店门口咋摆出这么多水灵灵的鲜菜？你这黄瓜多少钱一斤？真不是塑料做的假玩意儿。大姐，这是纯正的热抗大棚反季节黄瓜，您掐一把水汪汪的，1块钱一斤，不好吃不要钱。1块钱？虽然贵了点，但过年期间就指望这口鲜活呢。给俺来5斤黄瓜，再要3斤西红柿。哎呀，这厚厚一大团结，俺们红旗村一年种玉米也挣本了这么多纯利润啊！之前是俺保守讲话，险些断了全村的福路。快请起，大伙儿加把劲儿。这观望的村子一多，咱更得把这菜篮子抓得死死的。张专家，你快瞅瞅，你都登上报纸了，您的名字就在这头版头条上横着呢。丽华真的登报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要全县的土地按规划调度，这丰收就是板上钉子，意料之中的事儿。哎呀，张专家，俺求您去俺们村指点指点吧。瞅瞅红旗村今年赚得盆满钵满，俺们全村老小眼红的眼珠子都快滴血了。各位村长别急，全县10几万乡亲都是俺的责任，只要大伙肯流汗听旨，俺一个村都不会落下。梨花专家，这是俺家今年刚摘的红富士，你尝尝甜不甜？梨花，这是俺家自己晒的花生米，你拿着路上就吃。大伙快给张专家让条道。谢谢大伙儿，大伙儿的心意俺领了，可别再往里塞了，车胎都快压爆嘞。丽华，现在全县都大丰收了，咱总算能歇口气儿了吧？
还不能歇，茉莉，这全县的果子产量一爆，更艰难的深加工硬仗可就在后头等着咱呢。张专家，不好了，出大事了！你快去仓库瞅瞅吧，那堆得跟小山一样的粟梨全开始发软烂皮了。是啊，丽华，这可咋办？大家先别慌，丽华正在想办法呢。系统，快帮俺检索一下，当前全县苏梨阶段性过剩，怎么处理才能彻底解决销路、延长保质期？正在对苏梨进行深加工，制作成易于储存、附加值极高的水果罐头和秋梨膏。对啊，这可是80年代大城市里最走俏的稀缺货，不仅能把坏麦子全部消耗掉，还能狠狠赚上一笔。王大叔、李大婶儿，大伙儿把眼泪都擦擦，这梨子生吃放不住，那是因为咱没给它换个活法。换个活法，这果子都快烂了，还能咋活？我能把这烂果子变成城里人抢着要的稀罕物。天爷呀，那得要多少设备和技术？咱泥腿子哪懂这个？不懂俺来教，咱自己办个大型农产品加工厂，把这穷根子彻底给拔了。张丽华同志，俺看你是立了几个大功，这脑子就开始发热，开始飘了，这风险大到天顶去了，万一赔了，大家的财产都得被你掏空。开办农产品加工厂，村门出果子劳力乳，是把废果变成水果罐头和梨膏的绝活。说的轻巧，这办厂开工可不是地里撒种子，要是出了差错，谁来负这个责任？俺张丽华愿意用全部身家技术入股，承担首期的所有风险。你这丫头，你竟然把全部家当都押上了！俺是偏远山村出来的，俺比谁都清楚庄稼人过日子有多作难。现在穷根子就摆在眼前，要是出什么差错，俺一个人顶着。好，有魄力，有眼光。张丽华同志，这加工厂的文件，俺现在就给你签。产业化的第一炮，咱就在这穷山沟里彻底点亮嘞！系统，帮俺盯着厂房的设计图纸，还有新运到的这条罐头生产线，可千万不能出差错。丁，厂房空间规划已优化，设备已完成中性灰校准，符合整体现代化系数达标。那就好，这现代化的设备总算是落了锁。丽华，你看俺把大伙儿全召集到村头空地来了，招工的大牌子一立，半个村子的壮劳力都跟炸了锅似的涌过来了。丽华厂长，俺们家那2个小子干活最利索，你可得优先利用他们呢。大叔以前嘴碎，现在绝对听你和茉莉的调度。静一静，李大婶儿、王大叔，大伙儿静一静。既然厂房盖起来了，俺张丽华就绝对不落下一个乡亲。这次招工，咱优先录用村里的贫困户，只要肯流汗，咱梨花牌加工厂就给大伙儿发工资。茉莉，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厂的管理组长，生产安全线你得给俺死死拧紧了。好嘞，厂长。厂长，快看那边！快瞧啊，烟囱里冒出白烟了，机器真的响起来了！哎呀妈呀，轰隆隆的，跟打雷似的。这梨子一进去，出来就变成亮长长的罐头了，真是神了！大伙儿加把劲儿！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咱的农业梦想今天在这穷山里算是迈向新高度嘞。丽华，第一批秋梨膏和苹果罐头全生产出来了，可这光秃秃的玻璃罐子堆在库房里，总觉得少了点啥。少的是咱工厂的灵魂。茉莉，在这个时期，大伙儿还没啥品牌意识，但想要把咱们的农产品卖出大钱，就必须有自己的牌子。俺根据咱家乡的特色，还有俺娘的名字，专门去找人做了商标，梨花牌商标。哎呀呀，这标签画的真俊！一棵大梨树，树底下是个正冲着人微笑的农村姑娘，看着就让人觉得纯天然、纯手工，心里踏实。丽华厂长，俺看你这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这不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你贴不贴这张纸就都卖一个味儿。王大叔，您这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叫品牌效应。城里人买东西认的就是个名号和信誉，有了这张标，别人一瞅就知道是咱们生产的优质货。俺看能卖出咱这穷山沟就不错了。那您老就瞪大眼睛看好了，咱的梨花牌明天只准能把城里人的眼珠子都给看直了。丽华，城里这副食品批发市场可真大，看这人来人往的，咱这几箱梨花牌水果罐头肯定开个好，咱县里面堆积的苏梨就彻底活了，大伙儿的分红也就稳了。帮俺把横幅拉起来，今天咱就在这商场大门口搞免费品尝活动。茉莉，横幅拉高点，字儿给俺露的大大的，梨花牌秋梨膏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
来嘞，省城的各位大哥大姐、大叔大婶儿，快来尝尝俺们县纯天然的秋梨膏喽！开锅喽！去，这啥味儿啊？咋这么好闻？俺这一到冬天就老咳嗽，闻着这味儿，喉咙眼里都觉得舒坦。大姐，这就是专治冬天咳嗽气喘的梨花牌秋梨膏，您拿好，免费尝一碗，好不好？您说了算。哎呀，这秋梨膏顺着嗓子眼下去，冰凉舒爽，甜而不腻，俺这干巴了半个月的嗓子顿时不痒了。真是太妙了！这苏梨与草药的配比极其精确，既保留了鲜果的清甜，又丝丝锁住了药效的纯正。连惠纯堂的老中医都开口夸赞了，那还能有假？张专师，您就别拿老刘开水了，连惠春堂的知名老中医都拍胸脯大赞的科学配方，那能是普通的杂牌子吗？俺要先订1万箱。1万箱，李华，质量过硬，订单自然少不了。大卡车满载着省城发来的巨额加急订单，轰鸣着开进农产品加工厂，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昼夜不停。厂长，这件事情3班倒，大伙赶紧施助，这是俺们村这个月领导收的第2批工资和年终大分红。大伙们拿着钞票过好日子，俺这心里才算真正落了锁。茉莉，让车间机器继续轰起来，省城的胃口大着呢，咱梨花牌的传奇可才刚点火。张丽华猛地推开窗户，望着窗外那片广袤无垠、充满无限生机的北方大地，梨花牌彻底卖到海外去，让洋人们也尝尝我们梨花牌的美味食物。